地量见地价，你真的懂地量吗？如果在下跌途中能够准确发现地量和地价的存在，那么市场的上涨将会被你轻松把握。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一个难题一直难以解决，就是不见地价，怎知地量？市场当中地价出现的时候，我们走出来才会知道地量原来就是它。但如果市场从未走出过地量地价，那么怎么提前知道哪一天的 K 线它的成交量就是地量？这是我们今天在量学小课堂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高低硕放量学小课堂当中地量的内容。大家好，我是阿哲，欢迎来到阿哲讲技术频道。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量学小课堂第3期地量坐标的内容，也是解决如何把握到寻找到地量地价的一个操作方案。好，那么为了解决找不着地量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先要了解地量。首先你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市场不同，地量是不一样的。地量地价，很多人都在喊这个口号，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还分熊市地量以及牛市地量。熊市的地量地价和牛市的地量地价是两码事，是两种概念，两种操作的思路。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分享有关于牛市当中地量地价的操作要点，大家呢可以简单做一个略读。好，牛市当中的操作要点主要有2个。第一是牛市中所谓的地量，它其实是相对的地量，而不是绝对的地量。也就是说，你是没有明确的标准能够去找到它的，它也不会存在明确的数值，比如说缩量缩到什么地步，缩到多少手，它属于地量，是没有这种明确的数值标准的。所以呢，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怎么找到相对的地量？相对就代表它需要和其他的量能对比，那和谁去对比能够找到相对地量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放到这。好，第2点，当牛市中出现地量的情况，往往都是上涨回调的缩量情形。好，这里呢就是一个重点了，告诉大家，如果在牛市当中要找地量地价，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和环境，就是要处于上涨回调当中，并且是发生在缩量的行情当中，才有存在地量和地价的。那么这种时候啊，我们的操作条件、操作的策略就是加仓，去加仓进入地量地价后的上涨行情。所以在牛市当中呢，我们要发掘上涨缩量的地量地价。明白这一点，我们后面就很好操作了。首先，操作的环境，寻找相对地量的环境，就是上升趋势当中的调整阶段。上涨阶段我们先不管，我们要看的调整，并且这个调整一般来说不能够出现低点降低的情况，要高点抬高，低点抬高，而后我们去找到这种趋势之下回调段它的地量。那么这里呢，你需要有一个参考的标准，寻找到相对地量。那么这个地量的标准，我们就称为地量坐标，它往往是重要低点、重要启动点，它的地量低价。大家注意了，我们很难去蒙着眼睛去盲猜一个量能是地量地价，但是如果我们先找到关键低点，它的地量，寻找到它的地价，那么它所对应的地量就能够为后续的成交量提供一个坐标参考。只要后续的行情回调过程当中缩量进入到地量坐标之下，我们就认为它大概率是地量地价。这是地量坐标的一个识别方法，也是其中一种地量的捕捉方案。我们现在用具体的行情来看一下。好，首先市场在下跌途中，我们要找到关键的低点，寻找到地量。比如说这根 K 线，大家要注意一点，首先地量地价不完全不一定是绝对的低点，它所对应的成交量。这个低点它所对应的成交量，它如果是阶段内最低，同时价格也最低，那么这个成交量是最佳的一个标准，最佳的一个坐标。
但可惜很少出现，所以我们一般会在最低价附近找到地量。那么这个地量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调整阶段当中的最低量能。那么这一个地量，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成交量做一个划分。那么这一个横线延伸出去的一个量能，就是一个地量坐标。后续行情只要不创这一个低点，不打破这个地价，只要调整，只要缩量进入到地量坐标，我们就要时刻关注。比如说，你会发现行情后续产生了一波上涨，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地量，并且经过了市场的考证。那么这一个地量之下，市场如果发生调整，我们就要去时刻关注存在的缩量行为。比如说见到这个高点之后，市场开始下跌，这个下跌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存在缩量的行为，并且在第3天的时候，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缩量，进入到了地量坐标内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这一天它就有可能是新的地量、新的地价。好，地量坐标告诉你这里可能是地量，那么价格告诉我们这个低点它可能是低价。后续行情有出现收盘再跌破它的情况吗？很明显是没有的。下影线连续试探，而后价格重新走回上涨，它就是地量地价。那么一般我们的买入策略是在这一个位置要加仓，怎么加呢？找到市场当中出现放量收阳的时刻，这一天开始意味着加仓机会的到来，同时它也是市场回调强弱的界限，它是地量地价。如果后续市场跌破了，就说明本次的调整太深，容易走为弱势。那么市场在我们介入之后，我们可以以地价这一天的低点作为防守位。那么在这一天加仓，你就会把握到后续连续的短线上涨。这里呢有一个注意事项给大家提及一下。首先，上涨回调不创新低，这个是呢不再强调的了。另外一个就是市场当中存在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调整行为，大家有一个定义，什么叫调整？像这前面的上涨涨，突然间出现一根阴线，这个叫调整吗？这个叫小级别调整，但是构不成日线级别的一个下跌和回调。我们一般对于日线级别的回调定义是至少出现2天或2天以上重心的下移，这种叫做一个有效调整。如果你看它就是1天的下跌而后上涨，那这个位置就没有必要去找是不是地量了，没有必要，而且它也不适合，因为它还算不上日线级别的下跌回调。好，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一天就是通过前期已有的有效的重要的地量地价，寻找到新的回调的地量地价。那包括后续再次上涨，再次有效回调，它可以去这么用吗？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样是以这个前期低点重要低点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个地标坐标。好，市场有效调整，连续3天重心下移，我们会发现这2天的下跌导致成交量缩量其实呢从高点开始就缩量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为，连续高点降低低点降低，而你发现量能是连续的梯量。我们上一节课讲了这个有关于缩量三阴是吧，也是讲了梯量的缩量容易是下跌中的洗盘行为。大家如果呢是还没有听过缩量三阴和散户割肉的，也可以呢在我们的阿哲讲技术频道这个首页去翻看一下之前的量学小课堂的内容。如果你是新朋友，那么也可以顺带的听完视频呢可以点个赞，点个订阅，以后呢可以多来学多来听。阿哲呢基本上会每周更新一些教学视频和行情解析视频，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之后可以把以往的视频多翻出来学一学。好，我们发现这个缩量是不是再次在这一天出现了缩量回地量那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再一次调整当中可能发生的地量。注意了，是可能不是一定，所以需要确认。确认信号就是它的低点不能跌破。如果你发现这里没跌破，反而出现了止跌阳线，那么还是放量阳线，这一天就是你的交易机会，
加仓机会。那有朋友会问阿哲，那如果这一天进了之后它不涨呢？我们说了，地价作为防守，跌破意味本质调整将转为弱势，那么你应该顺势的止损。好，那你会发现这2次是不是在相对低位附近买到了启动点，是不是效果还不错呢？这就解决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地量难题，就是价格走出来之前，我怎么知道这一天它的成交量算是地量呢？2个成交量都不一样，高度不同，它的环境不同，我怎么能够定义它们俩是地量地价呢？就要找到地量坐标。这个地量坐标它越重要越好，最好是调整的低点最好是一波下跌当中相对有效调整后的低点的地量，对于后续它相对反弹的地量有所帮助我们简单画一下，比如说你要寻找的是什么？下跌、反弹、回踩、再创新高、回踩、再创新高。那么往往前期这一波有效下跌所构筑较大级别的低点，它的量能对后续的行情，它寻找地量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退而求其次，你说阿哲，这有时候我找的行情离这个前面地量太远了呀，可能它的效果不是很好了，或者说我找不到这个点，那你也可以找市场当中调整的低点，去把握后续的低点。只是这种情况你会导致这个一般来说是短期的效果来说呢会偏低偏低，但是也能用。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波相对不错的上涨它离前期的低点已经有一段距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找到上涨回调的相对关键的一些点了或者说我以时间来看，是不是价格上涨在此处是进入到了第一次的回调？那么这个第一次有效的调整，它所构成的低点是不是这一天？同时它是不是也是这附近下跌反弹这个过程当中调整的地量？好，这一个地量的出现，我们可以以它作为一个标杆，好，画一个延伸线。现在我们会看到市场反弹之后是不是重心下移了3天，然后这一天出现了缩量进入地量，通过这种回调低点把握下一个低点的机会呢，它是比较准确的，往往是可以的。好，那么后续价格放量收出一根阳线，并且价格没跌破，我们以此作为进场点，后续把握一波不错的上涨。好，像现在这一个3天的重心下移，它这个调整能看到它的地量吗？我们会发现第一天一般是不看的，为什么？还没调呢，它还没下跌，还没调整，还没缩量呢。好，第2天我们开始关注了，这一天是放量的，我们把它称作散户割肉，是吧？2天下跌，第2天是放量阴线，是我们量学小课堂第1期讲的散户割肉。你学会散户割肉呢，可以在这一根阳线之后去买入。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地量坐标，那么价格下跌缩量重心下移，很明显放量的阴线我们是不看的，为什么？我们找的是缩量，下跌缩量见的地量。那么这一根阳线的位置是不是缩量的？好，同时它在地量坐标之下，所以它是我们所说的地量见地价的位置。价格后续出现放量阳线，我们作为介入，把握后续的再一次上涨行情。好，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市场中途呢有调1天的调一下2天的，或者说横盘震荡的，但这些呢都是相对稳定的一个上涨，量能上呢没有特别明显的缩量。我们看这一波有效的下跌，有效下跌第1天不看，第2天是缩量的，但是很明显还没有明显的有效下跌。我们往后看一下，这些位置是不是基本上2天、3天、4天一个下跌？刚开始重心是不太明显的，高点降低，低点没有降低，而后开始才慢慢的高点降低，低点降低，高点降低，低点降低，我们叫做重心在明显的下移。好，那么后续却是连续3天放量，那么3天放量和我们所要的地量不太一样，所以这连续的下跌不构成地量，直到这一天它依旧保持重心的下移，
但是它的成交量突然缩量，而且再次呢缩到地量内啊，像这种在地量上方缩到地量下方，会比在地量的下方连续缩量会更好啊，直接从上方缩量缩到地量下方，而后构成地量的地价，这个低点我们认为它可靠。后续第二天放量收阳，我们去把握后续的行情啊，包括我们再延伸一下这个低量坐标，包括后面这个调整，是不是同样的价格重心高点降低，低点降低啊，最好是保持2天以上会更好。连续你会发现重心在下移，调整开始，而后震荡，在这个下跌当中是不是出现的是成交量1天2天连续的缩量，本来在地量的标准之上，而后突然进到地量的标准之下，这是一个更加标准和漂亮的信号。突然间进到地量之下，而且是在调整一段时间之后，所以这一天我们认为是地量低价，地价画上，等到放量收阳，我们去买入，再次把握一个行情啊，这是我们找到一个调整低点、把握后续低点的办法。但一般来说啊，市场当中你用普通的回调低点，一般把握后续的第二个回调低点效果会好一点。再往后呢，时间越长，这个标准你需要更换，它不能一直用。比如你会发现，当市场出现一波有效的调整之后，这一波行情的地量呢，它的效果往往会比前期这一个几个月前的地量效果会更好，对后续的行情影响会更大。我们把这一天的地量作为标准，去画出一个横线。好像这一波调整当中，是不是同样你也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把握到这一波行情的调整，并且还可能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呢？好，那么我们这就是一个有关上升趋势地量坐标把握地量的方案，也是呢我们量学小课堂的第3期第3讲关于高低缩放，我们低量的地量把握方法。但这里呢，最后一个提醒事项，大家不要觉得学了低量坐标你就可以把握所有低量。我们今天只是讲了关于牛市当中上涨回调的一种低量的把握方式，不是说所有低点都一定会有地量，都只会有地量坐标这种形成。它有很多的方法把握到上升趋势的地量。以后呢，有机会我再做整理，再做分享所以大家呢，如果是第一次听课或第一次学习对于阿哲还不太熟悉的，第一次认识的，也可以呢点个赞，然后呢可以点个订阅，以后我更新你可以及时收听。之前讲的缩量三阴和散户割肉，大家也可以呢在订阅之后可以回过头去多看看多学学这些方法每一个挑出来，我觉得都是价值万金，你能够用好了，对你的帮助肯定是非常大的。也是在这里做一个相对的分享和知识点的自我梳理，对大家呢希望有帮助。好，那么我是阿哲，欢迎来到阿哲讲机油频道。第3讲低量坐标就先到此结束，更多精彩干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